北京正在下一场不同寻常的暴雨，全城防汛2级应急响应，官媒点名，京津冀海河流域到了防汛关键期。可就在去年这个时候，北京市民深夜在马路上拍到的是坦克披着工程车的伪装，一队一队往城里开。那一年的名义叫阅兵。2个月后，四中全会那一位交出了党权。今年没有阅兵了。可是7月9号，一份文件下来了，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看落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块牌子联名。这事儿挺大，要知道防汛的文件几十年轮不到这个规格。按去年的剧本对着看，这就是今年的调兵令。从今天起，部队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北京周边，包括北戴河，都有了一个谁也拦不住的名义：抗洪抢险。同一个星期，另一场政变在报纸的字缝里进行。效忠最高层的原装巨士坚决拥护2个确立，正在被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抹掉。他起家的老巢福建改口了，给他编文集的党史大衙门改口了，他一手提拔的最高检早就改口了。放眼全国，还念着老词的扳着指头数得过来，只有新华社外加一个李强。部队再往北京周边部署，效忠词已经换了主人。现在就差最后一件事，定下5中全会哪天开。1998年那么大的洪水，发号施令的也只是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应急系统执行，部队配合抢险，就这么的执行了20多年，谁也没觉得这是政治。7月9号这份可不一样，这可是中办国办联名的，中央办公厅中央的文件从他手里走，机要归他管。国务院办公厅政府的总管家，2家一起落款，等于党和政府2套指挥系统同时下令。防汛从今天起是天字号任务，各地党委政府驻军全体照办。名义上中办的当家人是蔡奇，可蔡奇现在的处境，1月20号对张又侠、刘振立动刀出主意的3个人里，他是头一个，已经被中纪委的副帅刘金国当面约谈，跟王小红一样严密监视。中办里常务副主任往下的多数是丁薛祥的旧部，蔡奇自己只安插进一个姓韩的秘书。这份文件从他手里过，他有盖章的份儿，却没有拍板的份儿。真正拍板的，拿这一年我们一路讲的局对着看，是温家宝牵头的那个班子，官名叫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说白了就是现在真正拍板。这是倒着推出来的判断，红头文件上不印这行字。温家宝是什么人？80年代他干了8年中办主任，89年他就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站在赵紫阳身后，然后他亲眼看着邓小平怎么用坦克给这一刻收场。这个世界上没有第2个人既写了半辈子中办的公文，又亲眼量过坦克开进北京城的分量。37年后，一份中办国办联名的红头文件从这位前中办主任的班子里出来，他是干什么用的？没有人比签他的人更清楚。从今天起，部队开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现成的名义抗洪抢险，军车上路，没人敢拦，拦的人就是跟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过不去。这张通行证管到汛期结束，正好盖住北戴河，一路盖到秋天。2025年6月底，93阅兵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墙外一片哀嚎，都以为那个人大权在握，要借阅兵立威。没人想到张又侠、刘振立就是借着阅兵的机会，把野战军部署到了北京城。去年7月，北京市民凌晨拍到车队进城，坦克伪装成了工程车辆。蹊跷的是，阅兵训练在昌平，里头修着1比1的长安街，受阅装备该去昌平练，可这些坦克进的是市区。去年8月初，82集团军借着阅兵名义接管了北戴河和中南海的守卫。北戴河会议的风向立刻变了，原先还想让老习只辞党内职务，留个国家主席体面下台的某些元老全改了口，
同意四中全会上把老习一撸到底，什么都不留。去年的阅兵仪式完了之后，受阅部队撤回昌平，返回各自驻地。可是82集团军某部还是一直在北京扎住，到四中全会开完，最高层交出党权，他们才撤回保定。去年这套办法拆开就一句话，开会举手表决之前，先得保证会场外面的部队听谁的。今年要开的是五中全会，现在元老们对怎么处置那一位还没谈拢，估计全会要拖到10月、8月，先在北戴河把调子谈下来。可今年没有阅兵可借，于是汛期顶上来了。解放军的官方新闻网站连着2天，头条挂着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全力奋战防汛救灾一线。7月7号公布数字，4000多名官兵、民兵投进广西、湖北的大水里。暴雨洪水都是真的，士兵下水救人也是真的。可是调多少部队，往哪儿调？外人一个字看不见，跟去年那批工程车一个道理。再看北京，7月9号暴雨橙色预警，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是全市抢险力量上岗待命的级别。官媒同一天点名海河流域迎防汛关键期，海河流域罩着的就是京津冀，北戴河就包括在里头。首都进入应急状态，驻京部队武警跟着待命，顺理成章。顺带记一笔，这条我们从7月1号就盯着。北京卫戍区司令陈元、彭丽媛今年2月刚刚塞进去，可是一直没能在卫戍区说了算。墙外的说法，7月1号建党大会，7月3号授衔仪式，他连着缺席，露面的只有政委。真要坐实了，意思就一层，他们家在北京城防上最后一个名义上还占着位置的人也没了。外面调兵的这半场讲到这儿，先停1分钟，喝口热的，说说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普瑞堂的黑参。这个东西是人参一遍一遍蒸晒出来的，那一身乌黑。老辈人讲究的就是这口，自己泡水提提精神头，孝敬家里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下单有实惠，买500送1根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全球包邮。人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都给您送到家。下单的时候记得用咱们频道的优惠码 JF。 好，说回正题，别以为政变都是真刀真枪、血溅午门。在这个共产党里，最顶级的谋杀往往发生在人民日报的字缝里。一个动词被悄悄换掉，就是一场语言暗杀，刀不见血，人头落在字缝里。第一档原装坚决拥护2个确立，动词是拥护，斩钉截铁，效忠的是最高层这个人。第二档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动词换成领悟。您琢磨这个字，领悟是坐下来学习、研究、消化。对一个活着的领袖用领悟，这不叫学习，这是把他从被效忠的对象改成了推进手术室等着解剖的研究对象。这是温家宝、胡锦涛那个班子的用词，研究的就是要不要把那个人换下来，怎么换。第三档更狠，讲2个维护的时候，2个确立整个不提了，直接从文章里消失。第四档一退到底，只剩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统一思想，连最高层的名字都省了。这是江泽民、胡锦涛年代集体领导的老话。这一档眼下还没人敢整篇用，谁头一个用，谁就是头一个把它当成前朝的人。现在拿这把尺子量这几天台上的人，名字不用死记，记4个角色就行：大管家、执笔人、老巢、看门狗。先量2个大管家。蔡奇7月8号代表党中央致辞，题目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1棒。原话：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丁薛祥7月9号2院院士大会，原话：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这2个人本来都是该用第一档效忠口号的，结果这回呢用了第二档，
人民大会堂台面上的讲话稿没有一个字是本人现编的，都是写稿的班子写，审稿的班子审，念稿的人照着念。习近平的前后2个大管家嘴里吐出来的都是深刻领悟，说明写他们讲稿的笔、审讲稿的脑子已经换了主人。执笔人这个更扎眼。7月8号，人民日报06版一篇整版万字长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辟100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落款不是哪个人，是一整个衙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党的历史怎么写，领袖的文集从哪儿出，全归他。习近平的一柜子文选文集就是他编的。当家人叫曲青山，文章开篇规规矩矩，念的还是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第2党，真正的刀在中段。全文专讲2个维护，讲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那一节，从头到尾2个确立4个字一次没有出现。那一节收尾还有一句，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往年这句前头挂着的那串定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这儿也没带。给习近平编文集的衙门，在自己的整版文章里把最高层的招牌词完全不要了。第3个角色，老巢。福建最高层起家的老巢，省委书记周祖义本人还有一层身份，陈希在上海管组织工作的老部下。去年8月，福建省委开会，通稿里喊的还是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第1党原装的效忠词。今年2月的常委会，正文头一段已经悄悄换成了深刻领悟。到7月7号，这一次105周年讲话之后的头一场常委会，最该扯着嗓子表忠的节骨眼，学习讲话那一整段里，拥护2个字没有了。通稿写的是深学细悟、深刻领悟2个确立，外加一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习近平的老巢把效忠词一步一步降到了第2党。更大的是周祖义背后那层师徒关系。他老师陈希，习近平的清华同窗，今年5月底被免去党校校长，现在隔离审查。刘金国正劝他开口交代。老师关在里头，最铁的学生在老巢降了效忠的党，拿着1年的局对着看，这就是抢在老师开口之前自己先跳船。陈希还有一串省委书记和他关系密切，后面还有谁跟着改口，我们继续盯着。最后是看门狗，张军和应勇，最高法院长、最高检检察长，替这个政权看家护院，管判人抓人的2家。应勇的来头得单说，当时最高层提名他当上海市长。2020年武汉疫情最凶的时候，他被派去湖北当省委书记救火。2022年调进北京掌最高检，正经的最高层亲信。最高检有一句喊了3年的招牌口号，年年写进工作报告，持续擦亮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去年3月的报告还在擦亮，今年3月2会最高检工作报告这句招牌不见了，通篇换成深刻领悟。紧跟着4月8号，中纪委启动第7轮巡视，36个部委、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法、最高检，这些替最高层抓人判人的部门全在名单上。巡视组4月中进驻最高法、最高检，到现在往组里递举报材料的人不少。到这个月，中央机关表态用的《旗帜》杂志上，2家的署名文章白纸黑字，还是深刻领悟。公检法这条线，公安部长王小洪、司法部长贺荣都是最高层的铁杆，唯独法院、检察院这2家如今站到了另一边，那个人手里管抓人判人的这条线只剩半截了。改口的一排看完了，掉过头看还念着原装效忠词的。先看喉舌。6月30号，建党105周年前夜，新华社发社评，把2个确立捧到了天上。原话叫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捧成一切信心和胜利的源头。通篇还是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第1党一个字儿没松。新华社社长傅华，习近平一手重用起来的人，
当年安排他走遍全球各大通讯社，常年陪着见外宾，许了他前程。如今这个人出不了国，也见不着公开露面。这阵子还在挺习近平的人有个共同点，都不怎么露面。然后是李强，国务院总理。他这把总理椅子是怎么来的？习近平破格给的。李强之前连一天中央工作都没干过，副总理都没当过，凭上海封城那一场表现，直接从上海市委书记跳上总理，当了总理也是个空心总理，管钱的活习近平塞给了何立峰。国务院的钱袋子不在总理手里，他管开会。对面那个班子也挤过他。5月6号，中纪委拿下费高云，那是他的大秘，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一手带的人，查到他后腰上了，逼他表态站队。他也确实朝那边挪过，可看他最近的会议通稿，国务院常务会议把王小洪、陈文清、贺荣、丁薛祥这些名字一个一个高调登上去，念的词还是坚定拥护2个确立。第一档原装，李强那把椅子是习近平亲手给的，习近平倒了，他这个破格总理的来路就说不清，人坐在这个位子上不用多坏，往那边推一推就是习近平的人。现在把阵势摆出来，一边新华社把2个确立捧成最大保证，另一边给习近平编文集的党史大衙门把这4个字从整版文章里抠掉，官方的喉舌和官方的笔杆子当众顶上了。拿这1年的局对着看，这就是2个党中央在报纸版面上短兵相接。您听新华社的还是听党史研究院的？全国的官员这几天都在算这道题，算错的下场姿势都不太好看。7月7号夜里，深圳上市的 ST 海龙发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胡兴荣已被有权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说白了，人被抓了，而且不是这2天的事。这个人去年10月之后就再没露过面，失联整整9个月。公司从今年3月起全员停薪，直到这份公告落地，外界才等来一句官方说法。胡兴荣，多福集团创始人，北京温州总商会的会长，前年还顶着130亿身家上胡润富豪榜，集团账面营收报过2000多亿。墙外的说法，他是李强线上的钱袋子。有权机关这4个字，您细品，公告没说是公安，没说是监委，人关了9个月，等来的官方说法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衙门把他拿走了，动手的没有番号，没有官职，连在哪栋楼里办公你都查不到。这才是最深不可测的地方。拿这1年的局对着看，再读一层，这是我们的判读。这一手绕过了王小洪的公安系统，是温家宝那个班子直接下的令。李强前脚还在常务会通稿里念坚决拥护，后脚温州这位100亿富豪就被这个无脸衙门带走。费高云是第1刀砍他大密袋的人，胡兴荣是第2刀砍的按墙外说法是他的钱袋子。效忠词念错了档，账当天就有人替他记上了。7月9号，中纪委网站一天挂出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刘楠被查。同一天，同一家公司另一位原董事、副总经理郭琦被查。一家公司一天端掉2个副总，这不是查贪腐的节奏，是连锅端，先拿住了整本账，才敢一天收2个。你想这家公司管的是什么？整座北京城的手机信号、基站、专线都从他机房里走，谁打给谁，哪条专线通到哪个大院，底账都在这套系统里。开大会之前，有人把首都的听筒和眼线干净利落地下了线，这一句是我们自己推的，记在账上。官方通报就8个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再看时间，管央企的国资委6月30号刚换了当家人程福波，中航工业出身，保守派的人，中组部到场宣布，他换下来的张玉卓是陈希当年安排的人。老师进了隔离审查，他跟着丢了位子。程福波上任第9天，头一刀就砍在首都通信这条线上。这1个星期里，中办国办的红头文件落了地，4000多名官兵下了水，效忠词从拥护换成了领悟，温州的100亿富豪进去了。首都通信公司一天倒了2副总，
调兵的名义，下水的部队，改掉的效忠词，没停的抓人，5样全到齐，就差定下5中全会哪天开。往后盯2头，部队这头军车往不往京津冀走，秦皇岛封不封，7月底政治局会议宣布开会日期。下一个改口的是谁？尤其外交部、公安部系统的通稿，看他们嘴里念出来的是拥护还是领悟。广西的大水里，官兵扛着沙袋往堤上跑，雨衣浇透，几千里外，一份中办国办联名的红头文件躺在全国每一个党委的案头上，印的是防汛抗旱。同一张案头上还摊着这个星期的人民日报给习近平编文集的那个衙门，刚把2个确立4个字从党的整版文章里抠掉了。读文件的人心里都清楚，今年真正的汛期就在北戴河。